这款游戏里，一个连鞋脏了都要开除员工的反派，却成为了无数玩家心中对自己最好的迷叔。本以为迷叔只是一个淳朴的反派，直到有玩家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自己不但拥有了江山，还通关了游戏，才恍然大悟，原来对主角最好的人，竟然正是反派蒲甘明。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史上最具魅力的反派《孤岛惊魂4》。故事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虚构国家凯拉特，主角阿杰为了遵从母亲的遗愿，于是便远渡重洋，从美国来到了凯拉特，准备将母亲的骨灰安葬在一个名叫拉克什马纳的地方。但这个风景足以洗涤心灵的国度，却正在经历极端组织黄金之路与国王蒲甘明之间的内战，这导致阿杰无法以普通游客的身份进入，只能在极端导游的帮助下走正规渠道。导游让阿杰只管放心，他在当地那可是比黄老爷还硬。就在他们的车辆接受皇家军队盘查的时候，士兵却一反常态，不愿配合工作。这时潜伏在车上的2名极端分子劲爆有侥幸心理，妄图逃走。士兵见状，拿起 AK 就开始了火力扫射，场面瞬间乱作一团。就连在车上吃瓜的阿杰也险些被打伤脑袋。可还没等阿杰反应过来，一架直升机便缓缓地停在了旁边。面对士兵的枪口，阿杰只能和导游狼狈地趴在了地上。从直升机上走来的赫然正是凯拉特国王蒲甘明，而下一刻，蒲甘明也展现出了残暴无情的一面。I distinctly remember saying, "Stop the bus. Stop, shoot the bus." I'm very particular with my words. Stop. Shoot. Stop. Shoot. Do those words sound the same? That it got out of control. I'm sorry, I didn't hear you. What'd you say? It got out of control. Got out of control. Hate when things get out of control. 看似雷厉风行，实则和蔼可亲。其实蒲甘明早就知道了阿杰在这辆车上，于是便下达了拦截巴士的命令。可当他赶到的时候，却误以为手下杀死了阿杰，这才一怒之下用金笔开除了涉事员工。回过神的蒲甘明定睛一看，发现阿杰竟然没死，眼神瞬间变得和蔼可亲了起来。虽然蒲甘明一直在努力表现自己的热情好客，但从阿杰的视角看来，蒲甘明简直是一个动不动就杀人的暴君。随后阿杰就被蒙上了双眼，当他再次睁眼的时候，已然身处一座豪华的宫殿之中。蒲甘明甚至为他准备了一桌当地特色菜。那么这位异国之君为什么要对阿杰如此上心？原来蒲甘明与阿杰的母亲曾有过一段感情，并且阿杰的母亲本就是凯拉特人，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这才带着阿杰辗转前往了美国，所以他对这里的一切都不知情。在蒲甘明的介绍下，阿杰认识了他手下的干部保罗，而另一边坐着的正是之前那个极端导游。见阿杰有些心不在焉，于是作为长辈的蒲甘明便与小辈儿开了个玩笑，他将无名指伸进了阿杰母亲的骨灰中，然后用小拇指浅尝了一口，这一下可把阿杰吓得神志不清。接着蒲甘明又将叉子放进了导游的背里，原来是导游正在向极端分子黄金之路发送极端信号，好好的饭局就这样被打搅。蒲甘明那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便准备审问导游。临走前，他和蔼地嘱咐阿杰站在此地别动，他去买几个闸蟹脚就回来。果然伴君如伴虎，见识到了蒲甘明的残暴，阿杰那是一刻都不想多待。于是他拿上母亲的骨灰，立即向着宫殿外逃去。在经过审讯室时，阿杰发现导游正在接受蒲甘明心腹保罗的大记忆恢复术，而这个保罗在审讯的期间也不忘在电话里哄自己的女儿开心。阿杰回过头本打算离开，却正好撞见了极端分子首领萨巴尔。原来阿杰的父亲莫罕正是极端组织黄金之路的创始人，他们来此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营救阿杰。阿杰一看这群人真好，于是二话不说，立即跟着萨巴尔向着外面展开极端突围。毕竟阿杰从小就在枪击每一天的国家长大，所以拿到枪的一瞬间，他便熟练的解开了封印。阿杰与萨巴尔很快就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将前来追击的士兵屠戮殆尽，而战斗也引发了一场大雪崩，将所有人埋进了雪地之中。当阿杰再次醒来，眼前正是又一次救了自己的萨巴尔。在萨巴尔的带领下，阿杰来到了黄金之路的极端老家，并见到了另一个极端首领阿密塔。尽管知道阿杰莫罕之子的身份，但阿密塔似乎并不欢迎阿杰到来，只当对方是个游客罢了。在得知了阿杰想前往拉克什马纳安葬母亲的骨灰后，萨巴尔表示这个地方极有可能在蒲甘明控制的北方区域，而想要前往那里就必须协助极端分子打赢这场内战。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阿杰就只能开始为黄金之路做事。毕竟阿杰也算有些本事，他简单运用轻功，纵身一跃便轻松来到了摔死无数极端分子的哨塔之上，将皇家军队用来宣传的广播破坏。而极端分子久攻不下的哨站，一旦被阿杰发现，他就会从当下掏出一颗人形跟踪手雷，顺手为极端分子清理一座又一座哨站。由于阿杰本就是黄金之路极端创始人莫罕的儿子，他的加入也让极端分子士气大涨。就连之前看不起阿杰的另一名极端首领阿密塔，也因为其展现出来的实力，暂时改变了对阿杰的态度。眼见阿杰被黄金之路带走，蒲甘明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派遣皇家军队对黄金之路的极端老家展开了军事行动。好在阿杰反应迅速，立即赶回村庄，将前来围剿极端分子的皇家军队全部围剿，甚至在一片火海之中救下了一名叫八爪的女孩。而这个八爪便是下一届凯拉特神女，也就是与凯拉特本土信仰挂钩的存在。一旦成为神女，八爪
将决定谁才是黄金之路真正的领袖。但如今同时掌管大权的萨巴尔和阿米塔则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萨巴尔极为遵循传统，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只要他被神女选中成为领袖，就会迎娶神女，并且禁止女性参与政治，将凯拉特封建的宗教传统延续下去。而阿米塔则主张女性权益，他不想看到还是小女孩的八爪被当作物品一样对待。如果阿米塔成为领袖，他就会废除一切传统和信仰，为女性争取自由和平等。所以他做事向来都是不择手段。二人都想拉拢阿杰加入黄金之路，甚至用阿杰的父母来说事，要是二老泉下有知，一定会因为阿杰从普甘明手里解救凯拉特而感到高兴。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阿杰索性也就半推半就的成为了一名极端分子。不久后，萨巴尔和阿米塔也因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理念爆发了冲突。由于普甘明派人袭击了极端营地，萨巴尔认为人命关天，得赶紧派人前去营救，但阿米塔却极力反对，毕竟他们正在经历战争，搜集情报才是当务之急。而两难的选择也落到了阿杰的身上。作为莫汗的儿子，阿杰的选择举足轻重，甚至会影响谁才是黄金之路的话事人。在救人和情报之间，阿杰还是选择了救人，主要还是因为阿米塔这个女人变脸贼快，帮了忙他就给你推心置腹，但凡出点事立马就给你脸色看。于是阿杰当即赶往营地，与极端分子一同抵御住了皇家军队的进攻。至于阿米塔需要的情报，自然也就不见了踪影。阿杰的选择也让萨巴尔十分欣慰，他再次提起阿杰的父亲莫汗，声称自己一直都在追寻莫汗的脚步，是要重现凯拉特传统信仰的辉煌。为了让阿杰更加死心塌地为黄金之路卖命，他让阿杰前往了修道院，亲身感受了一番凯拉特当地文化的魅力。可还没等阿杰融入其中，萨巴尔又再次收到消息，普甘明的茶叶厂正准备出售一批极端茶叶。于是萨巴尔便想把工厂给毁掉，但阿米塔却想把工厂占为己有，用极端茶叶来换取他们所需的资源。面对这种送分题，阿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门硝烟。从高空一跃而下的阿杰将驻守的皇家军队全部绳之以法，大片种植的极端茶叶被全部点燃，伴随着大量的浓烟，茶厂被焚烧殆尽。阿杰也不由自主地玩嗨了。事情过后，阿杰与八爪一起参加了村民火化亲人的葬礼。交谈之中，阿杰从八爪口中得知，原来自己的父亲莫汗并不是战死的，而是在家中被人谋害。闻听此言，阿杰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立即向着祖屋疾驰而去。如今阿杰祖屋所在的区域早已被普甘明手下的另一名干部诺尔所掌控。阿杰也不在乎是否危险，因为这段时间的磨练早已让他修为大增，一般人对他也造不成什么威胁。可就在他来到祖屋后，却发现有两个极端面粉上瘾的陌生人霸占了自己的祖屋。面影二人组见正主回来，赶忙上前套近乎。阿杰本不想搭理二人，但对方却在阿杰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给了他一针，在药物的作用下，阿杰很快便神志不清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带到了一座竞技场之中，并在一个女人的拖拽下一丝不挂的来到了擂台。而这个女人正是普甘明手下的干部诺尔，但他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还提醒阿杰一定要活下来。说罢，阿杰就被推进了擂台之中。看台可谓是人声鼎沸，擂台之中的亡命徒和士兵瞬间便展开了厮杀。阿杰凭借过人的身手，很快就撑过了几个回合。为了让观众更有参与感，阿杰再次利用轻功纵身一跃，跳上了观众席。这个举动更是将全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阿杰也得以利用观众作为掩体，将台下的对手悉数歼灭。在赢得竞技场冠军后，阿杰得以再次见到诺尔。原来诺尔本是一名来这里外援的医生，在诺尔见到了普甘明的暴政后，便开始指责起对方。谁料普甘明直接派手下的干部保罗绑架了诺尔的家人，并以此为威胁，让诺尔帮他管理竞技场。就这样，一个本该救人的医生，就只能管理起了这所用来发泄人们欲望的杀戮空间。所以诺尔希望阿杰能够帮助他从保罗手里救回自己的家人，只要阿杰能够做到，让他做什么都行。毕竟诺尔现在的目的与黄金之路是一致的，所以阿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萨巴尔对此也没有异议，只要将保罗活捉回来就行。为了防止保罗撕票，阿杰小心翼翼地潜入了保罗的营地，并让看守在这里的士兵全部陷入了婴儿般的睡眠，还释放了所有被关押在这里的俘虏，而他自己则打扮成俘虏，静待保罗上门。丝毫没有察觉的保罗走进门后，一边在电话里哄着宝贝女儿早点睡觉，一边向死者索要遗物，好作为给女儿的礼物。当阿杰头套被掀开那一刻，这个绑架别人家人的好父亲便吃到了阿杰的一记头锤，将保罗放进后备箱后，阿杰一路向着极端营地赶去。在路上，阿杰从保罗口中得知，原来保罗早已杀害了诺尔的家人，保罗甚至还和自己的女儿冒充诺尔的家人写信给诺尔。而大祸临头的保罗到现在都还不忘夸奖自己女儿的文采。他这种对自己的亲人拥有无限的热爱，却又毫不犹豫伤害别人家人的行为，让阿杰感觉既愤怒又讽刺。直到保罗电话响起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见到女儿了。Wait, that's my cell phone. Ajay, that's my cell phone. It's in my back pocket. I need my cell phone, man. Ajay, please. Please, I need my cell phone. Get off me, you monkey. Ashley, baby, daddy's here. 回到极端营地后，萨巴尔和阿米塔又一次发生了争执，一个指责对方是个不择手段的极端面犯，一个斥责对方是个为了传统连小女孩都要娶的老顽固。不过二人都是半斤八两，对于如何处置诺尔，他们站在了同一阵线。即便诺尔是被迫为普甘明效力，二人都还是要除掉这个可怜人。只要能够推翻普甘明，掌控凯拉特，他人的生死在萨巴尔和阿米塔看来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阿杰如今也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前往了竞技场。诺尔的悲惨遭遇让阿杰始终无法扣动扳机，他只能将家人早已遇害的消息告知了诺尔。靠着对家人的思念支撑到现在的诺尔，在得知真相后也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毅然决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普甘明失去了保罗和诺尔，也就意味着极端分子已然拿下凯拉特南方的控制权，有了与普甘明对抗的资本。而此时，一个名叫威利斯的神秘人联系上了阿杰，他对阿杰的身世可谓是了如指掌。如果阿杰想知道有关他父母的重要情报，就前往机场见面。在见到威利斯后，阿杰才知道原来对方是一名 CIA 特工。至于阿杰想要的重要情报，就在威利斯身后一辆即将起飞的飞机上。来不及吐槽，威利斯早不说，阿杰一个箭步冲上飞机跑道，以刷新人类短跑纪录的速度，赶在飞机起飞的一瞬间跳了上去。虽然阿杰冒着驾驶员的生命危险拿到了重要情报，但他却发现上面并没有关于父母的线索。明白自己被耍的阿杰身形一闪，瞬间回到机场，直接扒开机舱门质问起了威利斯。在见识到阿杰的实力后，威利斯也道出了其父母的过往。原来阿杰的母亲和八爪一样，同样也是凯拉特神女。至于阿杰的父亲莫罕，在创立黄金之路后，为了与普甘明对抗，便派遣阿杰的母亲去监视普甘明。由于神女嫁给极端领袖，本就是为了遵循传统，所以二人本就不存在感情。于是阿杰的母亲便与普甘明顺理成章地坠入了爱河，头上绿油油的，肯定不得劲儿。于是莫罕便要清理门户，为了逃离前夫的追杀，母亲这才带着阿杰远走他乡，前往美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普甘明要将阿杰视如己出，好歹也算是个后爹。至于普甘明，他曾是香港黑帮老大的太子，多年以前，他带着手下的心腹优马一同来到了凯拉特，在推翻了凯拉特皇室后，他便在这里自立为王。而威利斯此行的目的正是来推翻普甘明的。如果阿杰想要知道更多的真相，那就得去问普甘明的心腹优马。此时的优马负责为普甘明管理北方区域，但想要找到对方可不容易，所以阿杰只能在威利斯提供的线索下除掉了优马的手下，从而引蛇出洞。可阿杰完成任务后才知道自己又一次被耍了。原来威利斯只是想借阿杰之手去除掉安插在优马身边的 CIA 卧底，只为将美国干涉凯拉特内政的证据全部销毁。说罢，他就将阿杰推下了飞机。当阿杰再次醒来，才发现自己早已被威利斯出卖给了普甘明。普甘明这个后爹依旧还是那副玩味的笑容，即便阿杰帮助极端分子攻占了他半壁江山，普甘明也还是不恼，他只是让阿杰在这悬崖监狱好好沉淀沉淀。而他身后的正是心腹优马。优马的态度十分奇怪，就算是普甘明他也不给面子，让对方看了人就赶紧滚。临走前，这位后爹都还在嘱咐手下一定要让阿杰活着。可普甘明一走，负责看守的士兵就给了阿杰一针。当阿杰再次睁眼，已然进入了幻觉之中。在这里，他通过和优马的亲密接触，得知了优马的过去。原来他从香港开始都一直跟随普甘明。优马十分仰慕普甘明的年少轻狂，但自从普甘明来到凯拉特，并与阿杰的母亲相爱后，这个男人就开始喜欢上吃牛肉。在阿杰母亲离开后，他更是失去了野心，把凯拉特当做了一个供自己沉沦的娱乐场。这种行为让优马记恨上了阿杰的母亲，也让他对普甘明彻底失望，有了想要自立门户的想法。随着幻觉渐渐褪去，区区一所悬崖监狱自然是困不住阿杰。他很快便利用轻功平稳地向着山下移动，在用飞刀刀死了全副武装的守卫后，阿杰凭借身上单薄的衣服穿越茫茫的暴风雪。在他即将昏迷的前一刻，不远处隐隐出现了一只雪原。当他再次醒来，才发现自己是被萨巴尔救了回来。既然南方已经落入黄金之路手中，那么接下来他们也将带领极端分子继续向北方推进，而想前往那里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皇家军队控制的国王大桥。由于大桥本就戒备森严，其大门就连 C4 都别想炸开，关键时刻还得是需要阿杰出手。阿杰随手向路人借了一辆装有化学药剂的卡车，并驾驶卡车径直冲进了国王大桥。在将化学药剂引爆后，大门被炸得四分五裂，阿杰也得以杀进了敌方的据点内。随着士兵们欢快的惨叫声逐渐平息，极端分子也得以不费一兵一卒地控制了大桥。由于北方门户大开，黄金之路也得以和北方的极端分子取得联系。但就在阿杰前去和对方碰头的时候，普甘明竟然来到了藏匿极端分子的村民家中。他不由分说便安排手下的士兵杀害了无辜的村民。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的阿杰再也抑制不住愤怒，趁着普甘明还未走远，直接飞身上前，一发精准的榴弹炸毁了普甘明乘坐的吉普车。可还没等阿杰高兴，普甘明的声音又再次出现在了无线电之中。原来他除掉的仅仅只是一个替身而已。事情过后，普甘明还通过电视直播向凯拉特全体百姓发来贺电，表示自己现在一切安好，并向极端分子下战帖，要想取他普甘明的性命，那么就必须得从优马的尸体上踏过去，甚至还主动将优马的地址给说了出来。看来普甘明早已知道了优马想要背叛自己，所以他直播的目的也不过是借刀杀人而已。对于极端分子来说，只要能够废了普甘明的左膀右臂，即便是圈套他们也愿意一试，毕竟是阿杰去，又不是他们去。而阿杰也很快来到了优马所在的矿场，可粗心大意的阿杰又中了优马的迷药。而在幻觉里，阿杰看到了萨巴尔的所作所为，只要村民投靠阿米塔被他抓住，他就会以亵渎传统的名义将无辜的村民杀害。而阿米塔也跟他一般无二，保守也好，革新也罢，二人都是为了争夺领袖之位，在达成自己理念的路上不择手段。当优马再次出现在幻觉中时，依旧还是那副衣衫不整的模样，但这一次阿杰势必要让优马明白谁才是他身体的主人，人和命他全都要。随着阿杰将幻觉中的敌人全部
部歼灭，他的意识逐渐恢复了清醒，而现实中的优马也被阿杰注销了账号，失去了镇守北方的优马，蒲甘明也成为了任由极端分子宰割的鱼肉。要知道，先入关者为王。八爪告诉阿杰，只要阿米塔和萨巴尔谁能先一步拿下加兰杜神殿，谁就能成为真正的极端领袖。如今阿杰又再次面临选择，要是帮萨巴尔拿下神殿，他就会在神殿完成八爪成为神女的仪式，从而迎娶八爪，将凯拉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而帮助阿米塔，他就会彻底毁掉神殿，废除传统文化，迎接新的自由。如今阿杰选谁都无所谓，不过又是另一个蒲甘明而已，所以他干脆还是选择帮助萨巴尔前往加兰杜神殿，防御住皇家军队的进攻。在阿杰密不透风的火力网下，皇家军队想要靠近都成为了奢望。就这样，萨巴尔赢得了这场权力之争，完成了对八爪的神女仪式。但权力足以让人迷失自我，何况是萨巴尔。在意识到自己胜券在握后，他对阿杰也不再以礼相待，而他接下来要做的自然就是除掉竞争对手。于是萨巴尔用命令的口吻，演都不带演的让阿杰前去除掉阿米塔。先前的虚伪一时间展露无遗。既然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为了避免发生另一场内战，阿杰来到了阿米塔的面前。事到临头，阿米塔都还在口嗨，痛心疾首的表示看错了阿杰，但念在往日的交情，阿杰还是做出了选择。我不杀女人，你走吧。没有了后顾之忧，极端分子也对蒲甘明的宫殿发起了极端总攻。阿杰扛起久违的火箭筒，一马当先，径直向着宫殿内部杀去。表示皇家军队拼死抵抗，也终究顶不住阿杰一轮又一轮的点射。在可怕的火力覆盖下，蒲甘明的黄金雕像支离破碎，而他的王国也彻底覆灭。即便是这样，蒲甘明也还是没有生气，反而是再次邀请阿杰前往宫殿共进晚餐。阿杰再次一个闪身，便降临在了皇家宫殿之外。当他推开大门后，蒲甘明依旧还是那副和蔼的样子。他表示自己当初明明告知了阿杰，让阿杰只需要坐下来慢慢享用闸蟹脚，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会亲自带着阿杰去完成其母亲的遗愿，然后把他的皇位拱手相让给阿杰。可阿杰偏偏就是听不进去，看来一定是闸蟹脚出了问题。蒲甘明对此也并没有什么怨言，所以他再一次给了阿杰机会，要么现在就一枪崩了自己，要么他就陪阿杰一起去完成母亲的遗愿。毕竟蒲甘明已经构不成威胁，阿杰索性也就放下了枪。而接下来蒲甘明则道出了真相，一切还要从阿杰的父亲莫寒将阿杰母亲送到蒲甘明身边说起。随着原本的监视变成相爱，蒲甘明与阿杰的母亲便有了一个女儿，也就是阿杰同母异父的妹妹。但忍受不了头里发绿的前夫莫汗，为了报复阿杰的母亲，便亲手杀死了他们的女儿。要知道为母则刚，于是阿杰的母亲便在蒲甘明的帮助下亲手杀掉前夫莫汗，为女儿报了仇。事后他就带着阿杰前往了美国。说着说着，蒲甘明便将阿杰带到了一处神社前。见到神社那一刻，阿杰才恍然大悟，母亲所指的拉克什玛纳并不是什么地名，而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的名字。母亲真正的遗愿就是想与自己的女儿安葬在一起。一路走来，阿杰终于明白，原来被他视为暴君的蒲甘明一直都在拿女儿的死当作借口为所欲为，而阿杰自己则用安葬母亲的骨灰为借口，同样在凯拉特为所欲为。他希望成为一个好人，但又享受杀戮的感觉，以至于最后亲手毁掉了明书留给自己的军队，自己将自己拉下了王位。故事的最后，阿杰终于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放在了妹妹拉克什玛纳的旁边。当阿杰走出神社后，明书也给了他最后的忠告。I've given you Kiras, but I'm keeping the helicopter. 明叔自始至终其实都对阿杰推心置腹。如果当初阿杰听了明叔的话，那么明叔是真的会回来，同样会亲自带着阿杰去完成母亲的遗愿，而皇位自然是手到擒来。无论是打击极端分子，还是成为一个昏君，那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视频的最后，黄渤在这里给大家报个歉，最近更新太慢，主要是因为我喜提了个女儿，忙的那是焦头烂额啊，所以这个月可能会更新慢一些，还请大家见谅。另外就是可能有些观众会疑惑，为什么我不是先做孤岛惊魂3？主要是因为我玩孤岛惊魂3的时候开修改器老闪退，每次闪退都会重新做任务，心态当场就炸了，所以3代我就等到后面再补吧。我是修边狂魔，咱们孤岛惊魂5再见。